明明在网上卖的都是一些正经冰糖，竟被当成了整个蓝星最狂的毒枭。指引过来找我咨询的都是一群瘾君子，他们还以300元1克的价格购买了我成本3毛的冰糖。遵从过客是上帝的原则，我直接把冰糖给他们发了过去。请问我这样的做法是否构成诈骗罪？2天半前，我意外穿越到2010年的蓝星，家里只给我留下了满满一仓库冰糖。为了开局不被饿死，我直接开了个网店，然后寻找冰糖出售渠道，误打误撞进了一个瘾君子的聊天群，而且里面的消息正好在问有没有人买冰糖，我赶紧加了对方的求好友。我这边有冰糖卖，请问大哥需要多少斤？对面大哥一看这消息，立马蒙圈了，这是哪来的大佬，这么猛的吗？直接论斤卖，我只要1克多少钱？看到这哥们回的信息，我也蒙圈了。1克是不是打错字了？应该是要买1克吧，1克才3毛钱，邮费都不够。不过想想还是算了，毕竟是穿越过来的第一单生意，蚊子再小它也是肉，3毛1克不包邮。对面看到3毛的价格也有点疑惑，不过他马上就开始脑补起来。这位大哥的意思应该是300克，没问题，你把卡号发过来，我今天就要，赶紧给我送过来。把地址发过来，我一会就给你快递过去。快递？这玩意你发快递，这人莫不会是执法者在钓鱼吧？不过很快，他仅剩的一丝理智也被毒瘾冲昏头脑，一咬牙直接把地址发了过去。眼看生意谈成，心情那叫一个美滋滋，有第一单生意就有第二单，以后这个行业龙头就是我白某人的了。几分钟后，我的手机传来了一声信息提醒，手机上的短信显示银行卡到账300元，我直接愣住。300？我不是跟那个人说1克3毛吗？咋变成300了？这家伙字能打错，转账也能转错。我突然有点想去球上找那人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转错，毕竟300块在2010这个年代不算一个小数目，但这个念头最终还是被我想赚钱的心理给压下去。那个人都没来球上问我上赶着去问人家干什么？这不傻叉吗？进了我口袋的钱就别想让我掏出去。2天后 ，S 城一名身材瘦弱、面黄肌瘦的男人正从快递员手中接过包裹，他正是从我那边购买冰糖的人，代号冤大头。拿到包裹之后，他头也不回的快速离开。回家后，冤大头抖着手把包裹拆开，此刻他的身体里面如同有蚂蚁在爬一样，只有冰糖才能缓解他的症状。克制着颤抖的手便开始一系列操作，随后他躺在沙发上，准备感受那股浑身瘙痒被抚平的感觉。然而2分半后，一点感觉都没有。啥玩意？冤大头有点懵逼，难道是自己吸的不够多？这质量也太次了，就是还敢卖300？冤大头骂骂咧咧的又整了几口，这次冤大头有点感觉了，感觉闻到了一股甜味。恍惚间，一个对他来说极其可怕的想法在他脑中缓缓浮现。这尼玛不会真的是冰糖吧？紧接上集，冤大头发现自己买的是真的冰糖后，气愤至极。冤大头气得打开了球，一条充满了怒火的消息发了出去：你给老子滚出来！你卖给我的是什么？此刻我正在网上发冰糖广告，猛地听到一阵求提示声，看到他发来的话，我直接发了个问号过去。我卖给你的是冰糖，尝不出来吗？另一边，冤大头都要被气死了。我他妈买的是冰糖，你卖给我的是那个冰糖，这他妈能一样吗？虽然气愤，但冤大头也不敢把自己真正要买的东西给打出来，要是被网络执法者发现他吃不了兜着走，我越来越看不懂啊。这人不就是要买冰糖吗？我把冰糖发过去了啊，有什么问题吗？你他妈看看你自己说的什么话，你不就是要买冰糖吗？我给你的不是吗？冤大头险些气昏过去，搞半天这商家真的是卖冰糖的。你他妈不是干这行的，你早说呀！老子仓库里面一堆冰糖，老子怎么就不是干卖冰糖这行的？你他妈卖冰糖，你论克卖，我问你多少钱1克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不是买1克吗？我零售就是3毛1克。此刻的冤大头只能用无语来形容了，搞半天原来是这商家以为我打错字，把克打成了科，而自己以为他是卖那种冰糖了，于是乎这桩买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打成了。冤大头咆哮打字道：日里瓦，给老子退钱！你退钱我不追究你的责任，要不然我就去报案。谁家好人会有一仓库冰糖？看到这句话我就来劲了，抱歉哈，亲，本店一旦交易概不退还。这货还想着找我退钱，没门！进了我口袋的钱就别想再让我吐出来，我反手就直接把他拉黑了。而且他敢去报案吗？他敢跟执法者说自己一开始想买的是什么吗？都已经到这个份上，我也差不多知道这个人要买的冰糖是什么东西。这几天以来也有不少人来我网店店铺买冰糖，付的也是正常价格，而有的人则鬼祟祟的来球上咨询，说出的价格也是正常冰糖的好几十倍，这样的明显就不正常。但是有钱不赚是傻子，管他们真正要买的是什么。我打的广告可一直都是冰糖的广告，发货也是仓库的冰糖，一点虚假的成分都没有。他们要是真的弄错了，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在这时，又有一个人过来加我的好友，我很是热情的和他打招呼：你好，是要买冰糖的吗？是的，冰糖多少钱1克？怎么又来一个问我克数的？不会跟第一个买家一样的吧？3毛1克，不包邮。给我来2克。我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答应了这桩生意。好的，地址发给我，一会儿我就给你邮过去。新买家很快发了一串地址过来。
好嘞，今天发货。半个小时后，从快递站回来，此时短信声响起，这个买家到底是正常人还是瘾君子，就看他给自己转了多少钱就行了。看见这个金额，我就已经明白一切了。冤大头以及这个新买主全部都是瘾君子，根本就不是来买冰糖的，他们买的是冰毒。我看着眼前的短信，有些哭笑不得，怎么误打误撞到这个圈子里？我当时上网是单纯的卖冰糖啊，既然你们弄错，那这个后果你们也就自己承担吧。而且我这不算是做好事吗？我帮那些瘾君子间接戒毒了呀。突然我想起了冤大头当时说的要报案。不对啊，他们就算举报我，能举报我啥呢？举报我贩毒吗？可是我卖的是冰糖啊，难不成举报我诈骗？我思来想去，觉得那些瘾君子如果真的要去举报自己，也只能给自己安一个诈骗的罪名。我上网查了一下，把冰糖当冰毒卖算不算诈骗？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倒是把我给吓了一跳。在这个世界，只要单笔金额不足2000就不足以构成诈骗罪，单笔超过2000才构成诈骗罪。那是不是代表我每次把金额控制在2000以内就行？第二天，我直接在网上开始搜索各种瘾君子。找瘾君子也是一个技术活，一般来说，这些人都藏匿得很深，现实生活中都难以分辨出来哪个是正常人，哪个是瘾君子，更何况是网络上。我记得在这个网络刚刚普及还不算发达的时代，很多网络犯罪活动都是在球群里展开的。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会给自己的群取名为学习交流群，用来混淆视听。很快我就成功的混进了一个群，紧接上集，我混进了一个球群，2分600处理，刚刚包猪肉去，太爽！新到一批蓝精灵还有裤子，有人要冷货吗？是肉就行，给我来一点。我家的孩子上本科了，有人交流一下学习经验吗？我看到他们聊天的内容之后，直接一脸懵逼，他们在说什么呀？这很不对劲，要是正常的群聊不会这么说话。这位新进来的妈妈是想让孩子上本科吗？我没看懂他是什么意思，很快就敲了几个字出，我这边有冰糖现货，有人要买吗？几分钟后，我这边显示你已被群主踢出群聊。你踢我干嘛？不买我的冰糖也不礼貌一些。在我被踢出去之后， QQ 群里再次恢复了一片热闹。以后不要随便同意陌生人进群。知道了，老大。刚才那个是不是条子？不知道，有可能，小心点。还说自己有冷货，故意来找我们事儿的吧？他们的确是一群瘾君子，也很需要冰糖，但从来不会考虑搭理新进群的陌生面孔。不过我暂时还没明白这个道理。在被第一个群踢出来之后，我又疯狂加了10几个球群，基本上都是我发了那些广告之后，立刻就被群主给踢了出来。我很是无奈，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这个圈子里的规则。第二天我手机疯狂的响了起来，很多人都加上了我球，好友验证消息全部都是买冰糖。卧槽，什么鬼？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这时之前第二个在我这边买冰糖的买主给我弹了一个消息，是不是有很多人来你这里买冰糖了？哥，你的货太好了。这就是第二个从我那边买冰糖的人，代号德彪。另一边我看到这句话直接懵逼了。什么叫太好了？这什么情况？老子卖的冰糖怎么就很好了？这话可不能乱说，让不知道实情的人听去，还真以为我卖冰毒了。我人都傻了，这老哥收到我的冰糖还这么高兴，难道我发错货了？不科学啊！我还记得这老哥一开始找我的时候问的是一克多少钱，谁正经人买冰糖论可买啊？带着疑惑，我打字重新确认了一下，你说我的冰糖吗？看见我的消息，德彪又回味起了那股醉生梦死的感受，怎一个爽字了得！是啊，我今天早上收到货，然后立马就尝了，然后我感觉你这边的货比我之前买的任何一家货的质量都要好。老哥，你的货太猛了。对了，老哥，我昨天晚上看见你在群里面打广告，当时我认出你了，但是吧，因为我也没收到你的货，我一开始也没说话。老哥，你别生气啊。我已经彻底沉默了，懵逼的给他发了个消息。所以那些人都是你推荐过来上我这买冰糖的？对呀，老哥，你像那样卖货肯定不行，咱们这个圈子里面都比较认熟人，大家不认识你根本就不会搭理你。不过呢，那些群我都认识，而且我已经是资深群成员了，所以我就以我自身做担保，给你打广告。听完德彪关于整件事情的叙述，我已经从头麻到脚 CPU 彻底烧了。难道这个买家这还买了其他人的货，把其他人的货认成自己的货？不过我也并没有跟他说，既然发生了这么巧的事情，那就相当于是老天爷在帮我。短短10分钟，已经有几十个人过来找我买冰糖了。我定下了一个规矩，1克300，2克550，10克1000，20克1800，只卖这些量。这样一来，我每单的生意成交金额都是在2000块钱以下，构不成诈骗罪。次日，德彪在另一个商家那里买的货也到了。德彪一路小跑的从快递员手中接过快递，又飞速跑到了楼上。很快，德彪就尝试了一下这款。几分钟后，德彪一脸懵逼，不对劲。这他妈怎么有点甜？德彪狠狠皱了皱眉，又尝试了一下。卧槽，真尼玛是冰糖啊！把老子当傻叉！德彪骂骂咧咧的打开手机，找到之前的那个卖家，直接把他喷了个狗血淋头。很显然，德彪这家伙搞错了，把我的冰糖和另一家的真冰糖弄反了。此时，某个废弃的仓库，执法者已经包围了这里。几天前，他们得到消息，这个仓库里面窝藏了一名吸毒人员，准备在今天对他实施抓捕。里面的胡大喜对外面布下的天罗地网一无所知。一顿操作后，大喜被带回来了局里。审讯室里，胡大喜
喜满脸颓然地坐在审讯室里面，执法者拿起了桌上从胡大喜家里缴纳的那个快递。你和这个发货的人是怎么认识的？是在网上认识的。审讯的执法者愣了愣，这个年代网络刚刚普及，利用网络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况，他们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具体是怎么回事？胡大喜就把自己知道的全都说了出去，一番话下来，执法者也了解到了情况。现在网上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线上贩毒，毒贩子和瘾君子直接在网上进行交易，达成交易后线下快递。审讯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样的交易会发生在球球群里，实在是太猖狂了。我现在就是很后悔，非常后悔。像胡大喜这样眼泪说流就流的人，他们已经见多了。这些话你还是以后留着慢慢说吧，现在就把卖家的球球号交给我们，这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明白吗？一听可以戴罪立功，胡大喜立刻就答应了。以前我都是在群里购买的，不知道卖家是谁。不过今天朋友刚给我介绍了一个卖家，说他的货最高级，不过我都还没找他购买过，你们就来了，我这就把这个人的球球号给你，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大毒枭。执法者拿到卖家的球球号后，立刻就在电脑上申请加我好友。另一边我看又有一个人过来加我好友，我直接点了同意。你好，买冰糖吗？执法局里的众人见到我的消息，一群人都绷紧了身子。没事，你就正常的和他聊天。刘娟思索了几秒，这边货怎么样？纯度很高，放心吧，咱的货纯度能不高吗？纯冰糖如假包换。你这边怎么卖的？1克300，2克550，10克1000，20克1800，只卖这些量。看到我的回复，众人都很疑惑，怎么还有人这样卖冰糖的？你一直都这样卖的吗？我有些无语，自己怎么卖跟他有什么关系？你要买多少直接说就行。你在这行干多久了呀？手上还有别的货吗？红酒那些？刘娟还想套一套我的话，然而这句话发出去之后，对面就陷入了沉默，一直都没有回复。执法者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在思考是不是自己露出什么马脚了。另一边我一脸懵逼，红酒又是什么东西？咱刚入这行，啥也不懂啊，没有其他的，只有冰糖。不是你咋这么多问题呢？到底买不买啊？现在我手里最多的就是客户，我才懒得跟一个客户周旋这么长时间呢。与此同时，刘娟等人也收到了我的消息，看到我并没有起疑，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也有些小失望，他们还想继续套一套我的话，获取一些信息。现在看来不能再周旋了，这个大毒贩已经开始不耐烦了。跟他下订单吧。紧接上级，跟他下订单吧。刘娟点了点头，继续给我发消息。买，兄弟别生气，我只是问问，我买5克的能不能加急快递？我着急啊。看到这个人下了5克的订单，我的脸色才稍微好看那么一点。加急的话，先打款就行。紧接着我就把自己的卡号发了过去。拿到我的卡号，李队喜出望外，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卡号。快查一查这个卡号的主人是谁，先把货款打过去，不要打草惊蛇。几分钟后，货款还没打出去，信息就已经查到了。李队，查到了，已经查到了。大白，22岁，川省人，父母在国外，他的名下有一个糖店，开在川省城南小学旁边。大白在网上售卖冰糖的行为，差不多是在1个星期前开始。听着我一条条身份信息，李队等人却是直接懵逼了。什么情况？怎么这么简单的就找到了这个大白的身份信息？这小子从资料上看，完全就是一个守法好青年，甚至他的糖店都是有营业执照。有营业执照的毒贩，这应该是假的吧？一个把毒品销往全国各地的大毒王，他的资料能有这么好查吗？我也觉得不像是真的，还能开一家糖店，这有点扯。会不会是这个人伪造了资料，就是为了防备执法者查的？继续查这个人的身份，一定要把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给我爬出来。另一边，我正在家里愉快地进行着线上交易，根本不知道刚刚和自己说话的人就是执法者。我看了一眼今天整理的订单，今天先记个5单吧，5单不少了。说完我便哼着歌走出了家门，丝毫不知自己已经被盯上。来到快递站后，我冲着快递站寄件的老大爷挥了挥手，大爷，我又来寄快递了。这段时间我总是来快递站寄快递，跟大爷的关系越来越熟。寄完快递后，我转头朝着糖店的方向走去，丝毫不知道身后跟着一名男子。男子见我走后，把刚才看见的一切都汇报上去。你现在去快递站查一下他的包裹，不要打草惊蛇，看看他寄的包裹里面是什么。男子拿口袋里面的证件走向了快递站。你好，执法者。执法者突然上门，倒是把大爷给吓一跳。短短几秒钟，他把自己这辈子做过的坏事都想了一遍。我们在进行快递抽查，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运送一些禁运物品。听到男子的解释，大爷才放下心，快递抽查也不是第一次。好吧，那边就是还没有寄出去的快递，你去看吧。男子还记得刚才看见的那几个属于我的包裹，直接把那几个快递挑了出来。拆开快递，一小袋透明的晶状粉末出现在他面前，男子直接呆在了原地。快递站的大爷扭头看见呆在原地的男子，好心的解释了一下，那是冰糖，寄这个包裹的小子家里是开糖店的，最近好像在网上卖冰糖的，经常来寄冰糖。男子点了点头，捏了一点粉末放进预先准备好的袋子，随后他又拆了我的几个包裹。查完了，大爷，我先走了。男子迅速离开了快递站，回到局里进行了检测，结果全部都是冰糖，没有其他的东西。李队并没什么惊讶，看来和自己想的一样，哪有大毒枭的身份这么容易查到？果然是伪造的。另一边，坐在家里的我根本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寄完快递之后，我在网上继续进行着线上交易。你好，请问是来买冰糖的吗？
自从德彪给我打广告之后，这几天很多人都来找我下订单。此时 H 城的某个房间内，几个毒贩召开了紧急会议。特么的，新来的那小子太猖狂了。老大说的对，这小子太狂了，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抢了咱们这么多生意，活你卖了吧？得给他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有些生意可以碰，有些生意不可以碰。你们有什么主意吗？这小子不是寄快递吗？我们就把这小子的快递暴露给条子，让条子去查他。反正那群人的地址咱们都有，直接放给条子呗。可是那小子一次最多只卖10克，10克也进去不了多久。我们可以直接从那小子的快递地址寄出更大量的冰毒，一次性寄出足以判处死刑的量，然后将快递透露给条子。众人一致同意了这个主意。我在川省有个兄弟，寄快递的事就交给我了。当天下午，我又按照已经付完款的订单寄出了5个包裹。此时我丝毫不知道，一个极大的阴谋正将我笼罩。在我走后，一个神秘的男子出现在了这里。大爷，寄快递，快递单在那里，填一下就行。男子摸出一张纸条，这是昨天我寄出的某一快递的收件地址。好了，大爷，麻烦您把这个包裹安排一下加急。第二天，低城执法局，我要举报，有人正在往地城快递毒品，量很大。听到这句话，执法者猛地一惊。你怎么知道的？快递的单号是多少？然而打电话举报的人就直接挂断了电话。报告，刚刚接到一起匿名举报电话，有人正在向地城快递运送大量毒品。王队，我们应该怎么办？快递毒品，这是我们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一种运毒方式。王队眉头紧皱，只觉得眼下的情况的确十分棘手。首先，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举报电话到底是真是假。其次，地城作为一个经济发达、旅游景点众多的城市，交通以及运输上的荷载量是很大的。队长，我们真的要把控全城的快递吗？这样浪费的人力会不会有点太大了？而且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举报电话到底是真是假。不管这个举报是真是假，我们都不能让大剂量的毒品流入我们的城市内部。现在就安排执法者前往各个大型快递站，通知所有快递公司，凡是运往地城的快递，只能放在指定的快递站点。接下来的1个星期，我们一定要严格把关，检查每一个进入地城的包裹。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色凝重，他们知道这样的部署意味着什么，但是只要能阻止毒品流入城市内部，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是。另一边，吴山是德彪介绍过来第一个买我冰糖的人，今天也收到了我寄过来的快递。看着这一小袋，吴山都好像已经闻到了那一股辛苦的香气。嘿嘿，德彪哥的眼光果然不错，这家的货一看就是好东西。一顿操作后，不对劲，有点甜，又整了几口。尼玛，这是真冰糖！今天收到我包裹的人不止一个，同样的情况也在多个地方上演。紧接上集，多个瘾君子都收到了我的冰糖。我花了这么多钱找你买冰糖，你给我发来10颗冰糖，你小子特么的想钱想疯了吧？啥都别说了，快点给老子退钱，把钱还给我！看着这些消息，我没有感到意外，我并没有回复他们。瘾君子们找到了推荐人德彪。德彪哥，你怎么回事？我从那小子那边买的货，怎么是真的冰糖？他不是你担保的吗？怎么回事？你收到的是真冰糖？是啊，我特么刚准备爽一把，结果是甜的，老子还以为出新口味了。德彪此时也慌了，今天已经有几个人说收到的是真冰糖了。德彪突然想起来，他那天也收到了1袋冰糖。难不成那袋冰糖才是那小子的货，而那袋高质量的冰毒是别人家的？想到这里，王毅背后的冷汗瞬间冒了出来。不会的，不会的。德彪打开了与我的对话框，包裹里面到底是冰糖还是货？我早就猜到了德彪会找上门来，完全不慌，淡定回复道：你有没有收到货？我问的是冰糖，不是冰毒。你是不是快递寄给别人的都是冰糖？你就说你收没收到你想要的。我操，这小子不会特么的在跟我装傻吧？2个包裹，一真一假。德彪哥看到这消息也有点懵了。 2个包裹不麻烦吗？难道懂了，一真一假，这样条子就查不到了是吗？是不是这样的？明白了就好。看到这条消息我才松了口气。之前德彪在收到我的货后没有找麻烦，反而夸我的货好，是因为德彪当时肯定是找了2个人进货，一个是我的，一个是真的，而德彪把我2个人的货搞混了。此时我开始抓紧割这些瘾君子的韭菜了，因为糊弄他们的事情迟早会暴露，得趁着能捞的时候多捞几把。我承认我刚才有装杯的成分，但我赌对了。另一边，德彪看到我的回复，心里提起来的那块大石头，现在终于放下了不少。不过德彪还有一个疑惑，为啥他之前收到的2个包裹的寄件地址不一样？一阵脑补之后，难道对面是一个贩毒团伙？难怪这么谨慎，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址寄快递，还可以把上下游的环节交给不同的人，却不担心暴露。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贩毒团伙了。难怪刚刚在这个圈子起来，却有这么多货。德彪现在已经完全相信这个解释了，说着便打开了吴山的聊天窗口。是这样的，兄弟，我有个事之前没说，之前我在他那边买冰毒的时候，我当时是收到了2个包裹，一个冰毒，一个冰糖。我估计啊，你的另一个包裹还在路上呢，没到。看见王毅的话，吴山懵逼了。为什么那人要寄2个包裹？哎呀，现在条子查的多严啊，发2个包裹，被查到的风险不就小了吗？你放心吧，估计要不了几天，你的货就到了。听到这里，吴山也是彻底明白了，原来是这样，难怪呢。我说为啥我收到了1袋冰糖，也确实发2个包裹肯定比发1个安全。这老哥也太聪明了。安抚了吴山，德彪又去跟其他瘾君子解释了。另一边，我继续在网上卖着冰糖，今天又收获满满。
上集2天的时间又过去了，群里炸开了锅。兄弟们，你们收到那个新来的人的货了吗？我收到的咋是冰糖？我收到的也是冰糖，他说另一个包裹还在路上。马德，谁信啊？哥几个先收到的都是冰糖，没一个收到真货的。要真的是2个包裹，怎么都应该有人先收到真货吧？只有德彪哥说他收到了2个包裹，有一个是真货。别特么提德彪那小子，我都觉得这小子吃回扣了。退钱，退钱，趁我现在还有耐心。几天过去了，一真一假这个理由渐渐的也站不住脚了。进了我口袋的钱还想让我退回去，做梦呢！有本事报案去。低城一栋豪华别墅内，一年轻男子坐在电脑桌前，真名叫沈南，跟吴山等人一样，也是在群里混的瘾君子。几天前他也买了我的货，看着群里的聊天陷入了沉思。为啥这么多人都没收到货？难道就我一个人收到了吗？就在刚刚，沈南购买的冰糖到了，而且自己明明只购买了10克，却收到了500克，说着便整了几口。卧槽，真货，质量还挺高的，纯的一批。沈南兴奋的不行，对着那快递拍了几张照片发到了群里。我的真货到了。群里众人都懵逼了，这什么情况？不是说是骗人的吗？怎么又说自己的冰毒到了？沈南还沉浸在那一口上头的兴奋之中，耐心给大家解释了一番。是这样的，我收到了2个包裹，一开始收到的包裹里面装的是冰糖，第2个装的是冰毒，2个包裹都是同一个地址发出来的。我这几天只在那个新来的那边买了东西，肯定是他发的货啊。不过自己下了10克的订单，却收到了500克货的事情，沈南没有在群里说。而此时，沈南别墅外面已经埋伏了不少执法者。报告，爱组已经埋伏好。好，你们先埋伏，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行动。至于执法者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还得从沈南收到的第2个包裹说起。因为那通举报电话，低城捕快分成了好几个小队，守在了各个大型快递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捕快查到了2个可疑的包裹，2个包裹都是同一个地址。经过检查，2个包裹分别是10克的冰糖以及500克的冰毒。真是太猖狂了！500克的冰毒，这个剂量已经可以直接判死刑了。震惊之下，一个计划也渐渐浮现在王队的脑海中。不要收缴那个包裹，拨出1名同志伪装快递员，亲自把这个包裹送到收货人家里，随后我们再实施抓捕。另一边，我创了个小号在群里面潜水，看那些瘾君子骂我但又没有办法的样子，真的很好玩。只是现在我被沈南给震惊到了。这个人是谁给我请来的水军吗？我什么时候寄2个包裹出去了？这个包裹正是几天前同行做的局，几个同样一脸懵逼。咋回事？新来那小子卖的居然是真的冰糖，本来是想做绝的，结果去帮他。另一边，刚刚收到的货的瘾君子沈南已经被带回了执法局，此时群里已经炸开了锅。真的假的？你不会再骗我们吧？你真收到了2个包裹？那小子现在的名声是彻底臭了，你不会是装的吧？怎么就你一个人收到2个包裹，其他人就只有1个？你不会是那个人请的水军吧？我的货啥时候才到啊？而此时沈南也已经被带回来局里，也没法跟瘾君子们解释了。我告诉你，你现在牵涉到的是一件很严肃的案件。我们在你家查到的冰毒总重一共500克，已经达到了死刑的标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愿意配合我们调查的话，还是有减刑的可能的，知道吗？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几年前在国外开始的。你是从哪里购买了500克冰毒的？此话一出，刚才还垂着脑袋一脸沮丧的沈南瞬间抬起了头。不是我买的，我没买这么多，我只是在网上找人买了10克，我也不知道他给我发了500克这么多，我知道错了，我真没买这么多冰毒。你说你只买了10克？沈南抹着眼泪点头。对，我只要了10克。执法者同志，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我扣的聊天记录。扣的聊天记录？你是在网上购买的冰毒吗？对，我是在网上买的，他们有那种扣群，里面有卖货的，我就是在那个群里面找的卖家，然后把地址、钱什么的都给他，他给我发过来。执法者心里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在他们不知道的地方，这些瘾君子和毒贩正在猖狂的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他们一个新的栖息地，甚至还有一个十分完善的线上产业链。对了，那个给我发货的卖家一共发了2个包裹，他说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被执法者发现，一个是冰毒，一个是冰糖。你知道这个卖家叫什么吗？我不知道，他是刚进群没多久的，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也没有什么绰号。执法者有些失望，他们目前掌握的只有快递包裹上的一个地址。先把你的扣号给我们吧。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沈南的审问结果给上报了川省，毕竟一个连发包裹都要发2份的毒贩，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另一边，川省执法局，今天执法局收到了一个快递，是之前在我这里买的冰糖，这就是那个大白的毒品，拆开看看。如果说瘾君子和毒贩是最了解冰毒的人，那他们这些执法者就是第2了解的了。很明显，这是一袋冰糖，而不是冰毒。众人一脸懵逼，这可是他们真金白银买来的，结果就发来了5克冰糖。这件事情先不要传扬出去，还有继续查大白的身份信息。查信息的执法者眉头紧皱，这些天他一直在查我的信息，奇怪的是，不管他用什么手段查到的信息就是那些简单的近乎一张白纸。难道这就是真实信息，而且还有营业执照？报告，地城那边传来消息，说是抓获了1名吸毒人员，这个吸毒人员也是在互联网上购买的毒品，地址和我们正在追查的那个地址一模一样。地城抓获瘾君子沈某，截获冰毒500克。据其交代，其是在网络上联系了卖家，其后卖家发货，卖家在给沈某寄包裹的过程中，总共寄了2个包裹，一个为冰毒，
一个为冰糖。众人心中无比的惊讶，首先是这个冰毒的克数多得超乎他们所有人的想象，其次这小子太鸡贼了，还寄出来2个包裹迷惑众人。执法者好像明白刚才寄来的冰糖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还有一个冰毒的包裹正在发往这里。不行，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小子。这小子太狡猾了，我们查到的那些信息绝对不可能是他的真实信息。一个连寄个包裹都要寄2份的毒贩，自己的身份信息会不隐藏起来吗？他的真实身份肯定另有玄机。我同意这个看法，这个人绝对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先派人盯着他，注意不要打草惊蛇。又是新的一天，我早上去快递站寄了几个包裹，顺路还买了1笼小笼包和1杯豆浆。我家孩子都要迟到了，你怎么摊个卷饼还没摊好？稍等，马上就好。我发现摊贩好像并不是地摊老手，并没有很熟练。回到店门口的躺椅上悠哉悠哉。今天寄出去的包裹是前几天的订单，因为那些人在群里面说的那些话，最近都没有人来找我下单了。生意越来越难搞啊！此时群里又炸开了锅。老哥，我的货什么时候到啊？这都好几天了。兄弟，你那边能看看货到哪了吗？啥时候到货？冰糖都到好几天了。马德，今天再没收到，明天我就顺着网线过去找他。正在这时，许久没在群里说话的德彪突然出现了。最近大家都小心点，刚得到消息，木南被抓了。他们不知道沈南的名字，只能用他的网名来称呼他。木南就是上次站出来说收到真货的，但他自此之后就没有在群里面说过话，感情他是被抓了。看到王毅发来的消息，群里众人都愣住了。QQ群里一片安静，紧接着德彪点开了与我的对话框。老哥，沈南被抓了，你小心一点。看到这句话，我心中有点疑惑。沈南是谁？就是你寄去宜城的那2个包裹，收货的人叫沈南。德彪在群里面还没说出沈南的名字，跟我聊天的时候却是直接说出来了。我猛地一惊，我虽然给沈南寄过快递，却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用的都只是化名。看来德彪哥是有点本事的。老哥，你可能被执法者给盯上了，最近别忙着寄东西了。此时的我疑惑无比。不是吧，我只是寄了几包冰糖而已啊，执法者没必要盯上我吧？我100%的确定自己只是寄了几袋冰糖啊，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至于沈南为什么会收到1袋冰毒，我是压根就不知道。原本我在群里面看见沈南说收到了2个同一地址寄出的包裹，还没怎么放在心上，现在看来里面肯定暗藏玄机。那些执法者没准就是因为那袋冰毒上的寄件地址才盯上我的。突然想起早上的那新来摊贩，很有可能就是执法者。可是我根本就没寄冰毒啊，那袋冰毒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我一直都是遵纪守法的好青年啊。我一头水，完全想不明白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马德，我不会真的被叔叔抓吧？要不我直接跑路，要是被抓了，我的清白仪式不就全毁了吗？不对啊，我是卖冰糖的，快递寄的也全部都是冰糖，我干嘛要跑呢？就算他们是过来盯着自己的，那又怎么样？他们抓的是卖冰毒的毒贩，跟我卖冰糖的小生意人有什么关系？就算执法者叔叔把我抓起来，也一点罪都定不了。我只是冰糖卖的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而已，不管那些毒贩或是瘾君子怎么样，都跟我扯不上一点点关系。叔叔抓我也没用。我点开了视频软件，悠哉悠哉的刷了起来。然而群里的瘾君子就没有我这么悠哉了。得知沈南被抓这一情况，群里众人都有些发慌。木南已经被抓了，下一个不会是我吧？此时最开心的莫过于3位大佬。挺好的，那小子总算是被条子盯上了。老大666，这下我们就不用担心了。那小子这下惨了，被执法者盯上，肯定跑不了了。木南是收到包裹之后被抓的吧？为什么这么巧？我感觉那小子的身份不简单啊，要不然木南怎么会刚收到货就被抓了？马德，那小子别是条子的线人，真的假的？要不要直接跑路？我给的地址不是我家的地址，执法者应该找不到我吧？特么的，我们要是被抓了，你还能逍遥几天？卖冰糖那小子有几天没说话了，他不会已经被抓了吧？我除了刚刚回复了德彪的话，这几天没有跟群里的任何一个人聊过天，谁都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不是说那小子是执法者的线人吗？不是，咱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啊。那哥们要是已经被执法者抓了，把木南给供出来，咱们不也会被供出来吗？所以说咱就一定得嗝屁是吧？木南那小子被抓了，他会不会把咱们给点了？特么的，他真有可能把群里面的人都给供出来。算了，准备跑路吧。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执法者已经在用木南的 QQ 号看我们在群里聊天了？此时最不慌的就是3位大佬。这个时候，执法者在互联网上的监测力度还不是很大，即便是执法者能看见群里这些人在讨论什么，一时之间也很难通过一个 QQ 号找到他们在哪。说着便在群里带起了我的节奏，恨不得将我马上送进去。木南被抓肯定跟那小子脱不了干系吧？自从上次有人出事之后，我们已经很小心了，很久没有人被抓了。怎么那小子刚来就有人被抓了？是啊，上次有人被抓之后，我们都很谨慎了，根本没出过事。那小子刚进圈，咱们群里就出事了，怎么可能跟他没关系？那小子都货不对版，你们不会真的觉得他是为了迷惑执法者视线吧？我看他就是多此一举，为了让你们相信他而已。那些瘾君子们、鉴定马等人在群里说的话，最后一份顾虑也没了。我也觉得那小子底子不干净，肯定和条子有关系。马德，那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让那小子退钱然后跑路啊！我一直开着小号在群里潜水，看着他们的聊天，忍不住大笑。退钱就别想了，还是趁早跑路吧。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青年。一时间，我收到了很多退钱的信息。兄弟，把钱退给我吧，别搞得大家都难堪。你小子不会是条子的线人吧？跟老子地城那小子被你害得直接进局子了，你还想把老子也送进去？曹贼，我奉劝你一句，把钱还我，要不然我绝对会给你点颜色看。看到这些信息，我内心毫无波
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在想什么呢？我要真是执法者的人，你们还不快跑路，还想退钱？就在这时，德彪哥也说话了：一群沙雕，特么的，不管那哥们是不是条子的线人，如果是的话，你们特么的还不跑，还等着他退钱，疯了！还有，如果那兄弟是线人，要抓不应该是其他几个毒贩吗？抓你们这些瘾君子有鸟用啊？抓回去帮你们戒毒是吧？德彪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了这么多年，自然能看出来是那几个大佬在带节奏，无非就是眼红有人抢了他们的生意。德彪哥，我有点懵逼，我现在到底要不要跑路？我再说一遍，那兄弟现在已经被条子给盯上了，是木南被执法者抓了之后才被盯上的，有人在他家围着呢，所以他不是条子的人，懂了吗？哦，原来那小子不是条子的人，有人盯着那老哥，那他还能给我们发货吗？货不货的你们就别想了，现在那老哥都已经被执法者盯上了，你们的货估计也已经被劫了，洗洗睡吧。另一边，我感动的快哭了，本来就在想那些人迟迟收不到货，应该怎么糊弄过去，结果德彪已经直接帮他给扫除后患了，货肯定是被执法者给劫了，所以他们收不到货，完全不是因为没有发的原因。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了门做生意，等待着顾客上门。老板，给我来2斤冰糖。好嘞，稍等。陈婶，最近咱们这边来了不少新人摆摊啊。是啊，是来了不少人。提到这事儿我就来气，上次我去那个摊煎饼的人那边买早饭，好家伙，那饼摊的细碎。好了呀，陈婶，慢走。好家伙，那些摊贩不会真的是便衣执法者？这时手机响了，老哥，我没货了，你能不能想办法搞点货给我？钱我不会少给的，但是要尽快。昨天我还在想德彪为啥要在群里面帮我说话，感情是想再从我这里搞点货，可是我也不是真毒贩，我上哪给他搞货？而且就算我是真毒贩，这不还被捕快盯着呢吗？怎么给你弄啊？人家在群里面帮自己说了那么多话，直接回绝也不太合适。我思虑再三，决定跟德彪打太极。兄弟，我这边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执法者都在盯着我。这样吧，我想办法给你搞点货，但多长时间才能到你呢？我就不知道了。老哥没事，你的情况我理解，尽快吧。我拿着包裹去了快递站，决定试一试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执法者。你好，要吃什么东西吗？我家卖冰糖的，纯度很高，老板要来一点吗？不用了，谢谢。说着我便继续往快递站去了。注意，那小子去快递站寄东西了。收到，我这就安排人去查下他的包裹。我寄完快递并没有着急回堂店，我走到摊贩旁边，压低了声音：执法者叔叔，你们是要抓什么人吗？需要我配合的话，随时告诉我，我一定会尽量配合的。我说完这话，刹那间摊贩脸色不自觉的变化，果然是便衣执法者。果然，这小子刚才问我买不买冰糖，不是想推销，而是挑衅。不过，即便是自己已经暴露了，但多年的经验还是让他冷静了下来。小兄弟，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啊。没什么，老板，我先走了。说完，我就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执法者叔叔承认不承认没关系，刚才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小子绝对不简单，知道我是执法者，却敢上来直接跟我搭话就算了，竟然还向我推销冰糖，猖狂，无比猖狂。说着便掏出了一个对讲机。我们暴露了，怎么回事？等会再跟你说，我先把情况汇报上去。另一边，执法局赵队等人还在查我的信息，上面还有特地派了一个电脑高手过来协助调查，但无论怎么查，始终都是那些信息。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喂，是我，怎么回事？赵队，我们暴露了，怎么回事？就在刚刚，那小子拿个包裹向我推销冰糖，然后跟我说是不是在执行任务，是要抓谁？如果我们需要他配合的话，他一定会尽全力配合的。说完就走了。众人都震惊了，赵队也完全没想到那小子胆子会这么大。我知道了，你们继续蹲守在那边，见机行事。如果发现什么不对的话，立刻把那小子给控制住。收到。赵队，那小子怎么会发现我们的人？他发现我们在盯梢他，居然没有直接逃跑，还敢上前挑衅，这胆子也太大了。这也太猖狂了！难道他有什么别的底牌，足以支撑他和我们抗衡的底牌？他肯定不是表面那么简单，怎么办？赵队闭着眼睛，心情十分的复杂。普通的毒贩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去挑衅执法者，是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吗？一个毒贩凭什么敢挑衅执法者？发现有人盯梢，不直接跑路就算了，还敢当面跟执法者说话挑衅？就凭他自己一个人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面对的有可能是一个强大的贩毒团伙。往坏一点方向想，这小子上面可能有人，不然他不可能这么狂。此话一出，屋内的气氛更加凝重了。也许他上面的人的力量很强大，强大到他不担心执法者敢动他，所以他才会发现了有人盯梢而不跑路，才会直接挑衅执法者。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会把这个情况上报的。自始至终，执法者们都没有想过，也许我真的只是一个卖冰糖的，也许我根本没有贩毒，没有违法犯罪，所以才会胆子这么大。我已经把情况都汇报上去了，上面的人正在开会讨论应该如何解决。不知道上面的人会怎么办？虽然赵队已经把情况汇报了上去，但最终的决断没下来，他还是不放心。现场的气氛十分凝重，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他们而言都是煎熬。就这样，时间过去了1个小时，赵队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赵队，经过我们开会讨论，我们决定派出钦差配合锦衣卫进闯 C 省，对整个 C 省从上到下全都彻查清洗一遍。电话的声音回荡在执法者所有人员的耳侧，如同一记沉闷的敲钟声，深刻的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上面的态度很明确，既然他们怀疑那小子上面有人，那他们就直接彻查，直接派钦差下来，
看来上面对肃清风气的决心很坚定啊。上面直接派钦差下来，会不会打草惊蛇？这个动静有点太大了。没事，大家放心，上面派钦差和锦衣卫进驻 C 省，又不是保密前往的，没必要保密。如果打头的文臣出了事，下一批去的就是武将了。众人赞同的点了点头。行了，那大家就都收拾收拾，等待钦差的到来，准备下一工作吧。此时此刻，城南小学旁边的堂店内，我刚吃完午饭，躺在躺椅上休息。最近网上都没生意了，闲得慌。此时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个试探举动引起了多少连锁反应，整个川省将会迎来一场风云剧。紧接上集，因为我的一个试探引来钦差入驻 C 省，虽然便衣执法者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但没有离开，还在继续留在这里盯着我。做人嘛，就是要坦坦荡荡。我只是一个卖冰糖的小生意人，会有什么坏心眼呢？老板，我拍几张照不介意吧？没事，你拍吧。报告赵队，刚刚那小子用手机拍了周围的情况，特地拍了我们盯梢的执法者。知道了，你们继续盯梢，如果他有什么异常举动的话，直接当场抓捕。赵队，他拍我们这些执法者想干嘛？我猜他是想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上面的人，然后让他上面的人出手解决一下。真是太猖狂了。没事，这小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过几天钦差就到了。回到堂店，我直接把这几张照片给甩到了群里。这些就是我家附近盯梢的便衣。咋回事？老哥，你附近怎么这么多便衣？老哥，你没事吧？这些也太吓人了。老哥还有心情拍这些照片？听我一句劝，快跑吧！老哥，你具体在哪？我对川省熟，知道一个跑到国外的路线。那个啥，老哥，你看你这都被条子给盯上了，跑是肯定跑不了了，能不能把之前的货款退给我们啊？是啊，兄弟，你看你那边都没法发货，我的货你不还是没发呢吗？货我也不要了，你把钱退给我吧。与此同时，三个大佬看到群里发生的一切，都乐开了花。那小子被那么多执法者盯上，绝对跑不掉了。呵呵，肯定跑不掉，他被抓已经是迟早的事了，还得是靠老大，都是老大的精心布置。老大太大气了，哈哈，应该的，谁让这小子抢了咱们这么多生意？老大，咱们要不把那个德彪也弄进去？是啊，要不是德彪天天在群里面帮那小子说话打广告，也没那么多人问那小子买东西，咱们也不会这么惨。不行，德彪不能动。不是，为啥？你们不记得了吗？每次群里有什么人出事，都是他告诉我们的。他消息这么灵，说不定上面有人，就怕我们搞不动他，还会惹祸上身。好吧，老大说的有道理，算那小子走运。但此时铁柱瞬间冒出了冷汗，因为昨天他已经给德彪寄了货，用的也是我的地址，而且还匿名写了一封举报信。闯祸，我咋知道不能搞那个德彪？现在快递和信件拦截也来不及了。另一边我还在堂店里，一边看店一边在群里聊天，看着那些劝我赶紧跑路的言论，很是感动。这些瘾君子都要被我给6成傻批了，居然还在替我着想，担心我。于是乎，我继续按照原本的计划在群里发言。是这样的，你们暂时不用担心我，虽然我被执法者给包围了，但我目前还不会有事。但是你们那些在我这边买过货的人会不会有事，我就不知道了。老哥，你啥意思啊？不是，什么叫你没事？我们这些人会有事。兄弟，你该不会是想把我们给点了吧？老哥，你可得想清楚，别走错了路。不是，我傻批啊！我举报你们，举报你们有钱赚吗？兄弟，为啥你不怕被查？这么多执法者围着你，岂不是一抓一个准吗？兄弟，你不会是背后有人吧？这么自信？卧槽，这哥们简直就是把我想的全说出来了。放心吧，我没事，但是货都出事了。刚刚我收到消息，说你们的货都被条子给截了，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安全渠道可以送货。这个渠道呢，肯定是安全送到，绝对不出事的。对于你们这些已经付了钱还没发货的兄弟，我会用这个安全渠道给你送货。当然，我也很欢迎你们其他人来找我下订单。说了这么多，终于把自己的重点给说出来了。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些人在我这边下订单。那啥，哥，你别给我寄了，我不要了。老哥，我也不要了，你别特么害我啊！兄弟，你听我说，那个货和款呢，都你自己留着吧，我啥也不要，你别冲动。瘾君子们不知道我有没有安全渠道，但知道只要我出门寄快递给他们，执法者就会顺藤摸瓜找到他们，危险的一批。渠道绝对安全，绝对不会被查。我把那些下过单的人都艾特了一遍。尼玛，别特么艾特老子啊！老哥，我跟你无冤无仇，现在我也不要求你退款了，你别把我往火坑推啊！你已经被执法者盯上，你别给我寄东西。谁特么知道你的渠道是啥？别害我！不要了，不要了，货款也不用退了，只求你别再艾特我了。我在屏幕外哈哈大笑，哪有什么渠道，就是吓吓你们罢了。不过今天的目的已经达成：第一，以后那些人都不会再找我退款了；第二，我装出上面有人，并且有安全渠道，也许那些没购买过急用的人会下单。我在躺椅上悠哉悠哉，等待着生意上门。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人加我好友，过来买货。那什么，你这边怎么卖？现在发货得找安全渠道，这个安全渠道呢，也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过的，代价有点高，能接受吗？可以，只要能快点给我发就行。这次只卖10克的量，少了多了都不卖，10克1900，绝对的良心价。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薅的机会了，准备薅个大的。这么多吗？少了谁愿意给你折腾？真的安全吗？不会被抓？100%的安全，放心。好，我买10克的量。得嘞，明天就给你发货。有一就有二，不多时，第2个、第3个、第4个瘾君子也找上了门。一整个下午，我都在跟一个接一个的瘾君子聊天，业务量直线上升。
紧接上集，就在我忽悠瘾君子的时候，川省上下都收到了钦差入驻的消息，一时间整个川省都震动，所有衙门的人都在问钦差为何事而来，一些有污点的衙门人员更是直接订飞机跑路。另一边，执法局赵队这边有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有人吸毒。举报信，信上说吸毒的人名叫德彪，即将收到一个从川省发出的包裹，这个包裹里面装的就是毒品。先去查查信上的这个地址和人吧。10分钟后，赵队这个名字是假的，查不到，根本没有德彪这个人。另一边，德彪看着手机里的信息陷入了沉思。妈的，阴老子，到底是谁举报我？我最近好像也没得罪人吧？德彪被人举报，第一类怀疑的对象就是圈里的那些人。算了，明天早上再看谁给我寄的包裹吧。第二天早上，德彪从快递员手中接过快递，德彪看着快递地址，熟悉感满满。难道是他？不会吧，我跟他无冤无仇，还帮过他那么多次，他举报我干什么？另一边，我整理了一下昨天的订单，打包好冰糖之后，大摇大摆的去寄东西。大爷，寄几个快递？你可有好长时间没来寄快递了。嗨，前几天网上没有生意了，今天才有。走了呀，大爷。填好单子，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快递站。不出意外，我的行为已经被汇报了上去，快递也不出意外的被抽查。回到堂店，德彪发来了一条信息：老哥，你什么时候发货？你没收到？没有啊，我没收到货。你啥时候寄的？行吧，我查查。说着我便查了下包裹单号，显示已经到了，但是没有签收。到了没有签收？为什么？一般说来，这种快递不都是到了之后第一时间去拿的吗？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整理思绪。另一边，德彪紧皱眉头：马德，快点回我啊！难道说他已经收到了一个毒品包裹吗？要不想个办法试探试探。如果你不满意货的话，我可以直接把货款退给你。至于货呢，看在你之前帮我宣传的份上，我就不要了，全送给你。不过以后你要买货的话，就别找我了，咱们一别两宽。德彪看着我发来的信息，直接傻眼。我操，什么鬼呀？怎么就一别两宽了？老子昨天晚上被人匿名举报了，今天就收到了包裹，试探试探你还不行吗？特么的，混这个圈子的谁不小心？我问你，2个包裹都是你寄给我的吗？看着德彪的消息，我也傻眼了。卧槽，这么巧的吗？这特么都2次了吧？我都准备跑路了，你又收到了2个包裹，一次可以解释为巧合，但连续2次，这概率比中彩票的概率都小吧？我突然感觉我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里。不过圈里面的这些事，我也不想去掺和，反正我也没贩毒，你收到货就行了。另一边，德彪也不太相信是我举报的，只是试探了一下。几天后的一个早上，钦差驻扎地桌子上是堆积如山的文件，从上面下来的钦差们都在翻阅着川省近几年来的各类卷宗。钦差的组长名叫吴山。小赵啊，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暂时还没有。从进驻川省以来，调查川省上下人员，尤其是我所在的城市，更是被他们翻了个底朝天。只不过，虽然他们查到了一些不守规矩的衙门人员，他们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罪行，唯有问他们认不认识我的时候，他们的回答都是出奇的一致，都坚称自己根本就不认识我。吴山皱了皱眉，哇，还是得深挖。另一边，德彪在群里甩出了快递照片，还特意艾特了一下我。收到货了哈，这老哥稳的一批，几天前收到货的，到现在了，结果屁事都没有。看来老哥这边真的是安全渠道，4个亿。德彪哥，什么情况？德彪哥，你什么时候在他那边买？那哥们不是刚说自己有安全渠道没多久吗？这么快就到货了吗？德彪哥，质量咋样？等了多久？那老哥前几天就跟我说他有安全渠道，然后我就直接订了一些，货真价实，而且真的很安全，根本没人查。老哥太厉害了，被人盯梢都能发出货，渠道安全，老哥牛批。有图有真相，经过德彪这么一个资深群员做宣传，那些原本不相信我有安全渠道的人立刻就相信了。马德，我也想找那老哥买了。不说了，我去找那兄弟订货了。这时3个大佬不开心了，我丢，那小子还蛮厉害的。不是说他已经被条子盯上了吗？被条子盯梢都能搞到货，还能运出来，这小子上面真的有人吧？我觉得这小子上面不仅有人，而且还很硬。老大，我感觉以前咱都小看这小子了，上次都举报多久了，执法者都还没把那小子抓住，以后咱们还是别忍他了吧。而此刻最无语的就是铁柱了，铁柱一眼就看出那个包裹是他安排人寄给德彪的，而这些都算在了那小子头上，但铁柱此刻还不能说出来，心里难受的一批。另一边，经过德彪哥这么一宣传，订单瞬间暴涨。德彪哥的这波宣传是和我预先约好的，目的是为了引出背后举报他的人，而我的目的就比较简单了，再薅一波。我看着这些新韭菜，笑得直接合不拢嘴。果然，我就是做生意的天才。老哥，你这边冰糖怎么卖？兄弟，我听说你一次只卖10克，给我来10克。啥都别说了，兄弟上卡号。老哥，买10克有没有优惠？这次来买货的人比之前豪爽了不知道多少倍，只卖10克，1900不打折，先付款，走安全渠道，到货速度不保证。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刷刷往上涨，心情那叫一个舒爽。一晃几天的时间又过去了，我一如往常在网上接下订单之后，出门寄包裹。当然，这些包裹也不出意外的被抽查。这时德彪发来消息，老哥都过去几天了，那个人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再等等吧，反正最近小心一点。这几天中，钦差驻扎地很多人都被钦差给请去喝茶了。虽然他们查出了不少有问题，也整肃了的不少风气，但他们也查清了，发现我背后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就是一个普通小摊贩。这我们也没想到，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没事，背后没人是最好的结果。而且我们这次过来也整肃了风气，也算不虚此行。这个人这么张狂，你们怀疑他背后有人也是很正常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先部署一下抓捕作战计划吧。是时候抓捕。
紧接上集，钦差查清楚了我背后没人，即将展开抓捕行动。几天过去了，瘾君怎么始终都没有收到货？他们的耐心也被一点点消磨殆尽。这都几天了，老子的货呢？你他妈别再跟老子扯什么理由，都过去多长时间了？你小子给哥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来骗钱的？老子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有没有发货？既然货都到不了，你就乖乖的把钱退给我们吧，要不然我要的就不只是钱了。货到了也要分拣配送啊。这样吧，今天不到货的话，明天你们直接来找我好吧？哼，等会我就要跑路了，你们去哪里找我？马德，你小子拖了多少天了？你觉得你还有信用吗？我再等30分钟，货不到我亲自去找你。冰堂上有街道地址，我直接到地方一家一家找。你们还等？我都买好火车票了，明天就能到川省去找他。啥火车票？我买了飞机票，今天就能到川省。啥火车票？我现在就在川省，1个小时就能到他家。看着这些瘾君子们的态度，应该是真的憋不住要上门了。我准备，还是赶紧跑路吧。另一边，执法局抓捕计划早已经布置完成。卧槽，什么东西？报告，大毒贩已经被抓获，现场未发现其他人员。赵队看着另一边的行李，还好我们来得快，不然估计跑路了。执法者同志，你们真的抓错人了，我真的只是一个卖冰糖的，我发的货全部都是冰糖，我没贩毒啊。呵，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狡辩？赵队这边没有找到。我这边也没有，仓库里只有冰糖，没有毒品。都说了我没有贩毒，你们怎么就是不信呢？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赵队看着我和那些瘾君子的聊天记录，你解释这聊天记录怎么回事？我卖的是冰糖，他们买的是冰糖，我真没贩毒。行了，把人带回去慢慢审吧。执法局审讯室，小子怎么不蹦跶了？姓名、年龄、 22，性别，你看着办。为什么要贩毒？执法者叔叔，我没有贩毒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和瘾君子们进行交易的关键性证据，你还敢说自己没有贩毒？执法者叔叔，我就是个卖冰糖的，我跟那些人没有联系，卖的也都是冰糖，不是冰毒。卖冰糖不犯法吧？我真不是毒贩，实属冤枉啊！我们知道你在给那些瘾君子和毒贩发货的时候，都会发1真1假2个包裹，一个是冰糖，一个是冰毒，是吧？那些冰毒呢？那是我糊弄他们编出来的理由。我是一个守法好公民，怎么可能搞贩毒那一套？荒谬！你说这是你糊弄他们的理由，我们怎么能相信你现在不是在糊弄我们？如果你主动交代的话，我们还可以为你申请减刑。你还这么年轻，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前途就此葬送吧？执法者叔叔，我该说的都说了，我就是个卖冰糖的小生意人，我真的是冤枉啊！既然你不愿意配合我们工作的话，那我们只能等调查结果出来了。希望到时候你不会后悔放弃这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好的，执法者叔叔，我肯定等你们调查结果出来。审讯的同时，执法者们正在查看我手机上的所有聊天记录，以往所有的聊天记录全部都是关于毒品的，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线上产业链。真没想到，他们已经把互联网当成了滋生犯罪的温床，在我们忽略的地方，他们肆无忌惮的进行交易。如果不是那小子的话，等我们发现线上交易的时候，都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到那时候，已经不知道祸害多少家庭了。这些瘾君子进行交易的时候，已经把他们的地址给暴露出来，这正是我们的一个线索。赵队，你的意思是让这些地方的执法者顺着这些地址抓毒贩？我先向上面请示一下。上面已经得知这边的情况，已经让各地的执法者配合我们办案了。1个小时后，我手机里的信息基本已经被执法者查完，执法者眉头紧皱，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从第一个瘾君子来买毒品的时候，那小子就说自己的冰糖3毛1颗，即便是这个瘾君子收到货之后，来质问他为什么货不对版的时候，他也坚称自己卖的是冰糖，而且在之后的交易中，他从没有主动提起冰毒2字。难道他卖的是真冰糖？你这里有什么发现了吗？还没有，我刚刚看你表情不对，还以为你发现了什么了呢。我还在看这些聊天记录，总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劲，但还没确认好。那边审讯出什么结果了吗？不管我们怎么说，那小子都坚持声称他只是向这些毒贩和瘾君子售卖了冰糖，并没有贩毒，一直在喊冤枉。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他这么多贩毒的证据，他居然还不承认，负隅顽抗罢了。现在第2次审讯估计快开始了。执法者叔叔，我啥时候才能出去啊？这就得看你什么时候才肯配合我们调查了。我就是一个卖冰糖的，你们说的什么毒品，我一点都不知情啊！这些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们都听完了，还是说些有用的吧。你和那些瘾君子是怎么认识的？就是一开始我想把家里的冰糖库存清一清，然后就在晚上卖冰糖了。有点人过来找我买冰糖，我总不能拒绝吧？谁知道他们是瘾君子？你说你不知道那些人是瘾君子？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在网上发冰糖广告的时候遇到他们说买冰糖，给的价格还很高。你说我总不能见到生意还不做吧？这些人向你购买的就是毒品，你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执法者叔叔，我说了很多遍了，我卖的是冰糖，他们买的也是冰糖，一点毛病都没有。我怎么能知道他们是吸毒的呢？我承认我卖的有一点点贵，但我从来都没有运过毒品啊。我们查过你寄往地城的一个毒品包裹，这个你打算怎么解释？那个不是我寄的，我不知道啊。那个包裹其实执法者已经查明了，确实不是我寄的。我们查到你在网上经常说用安全渠道寄货，安全渠道是什么？这些货究竟在哪？执法者叔叔，安全渠道是我瞎扯的，我没有贩毒，哪里来的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一直坚称自己没有贩毒，但执法者们就是不信。就这样一轮审讯结束。与此同时，电脑高手还在仔细看着我的聊天记录，越是细看，心中掀起的惊涛骇浪就越大。看着这些聊天记录，他得出一个猜想，我好像真的是冰糖当成冰毒卖了，真的只是卖冰糖，没有贩毒。报告吴组长，赵队，我这边有新发现。有什么新发现？是这样的，我刚刚一直在查手机的聊天记录，我发现那小子从第一次接触瘾君子到最后，自己从来没有提到过类似于冰毒、毒品等字眼，要么说货，要么说冰糖。我觉得那小子很有可能是把冰糖当成冰毒卖了，他卖的一直都是冰糖。你这么说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吗？他是毒贩，是我们这段时间
间多番追查下来的结果。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卖冰糖的话，怎么可能卖出这么多单啊？那些毒贩和瘾君子又不是傻子。大家先不要着急下结果，你继续说。我觉得他只是卖冰糖，没有贩毒。不过在一开始，有一名瘾君子错把他的冰糖当成冰毒买之后，他好像发现了这个商机。在这之后，他有意让瘾君子和毒贩误以为他卖的是冰毒，实际上是冰糖。就这样，他就把冰糖当成冰毒在卖。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是我仔细研究聊天记录之后得出的结论。赵队有点不敢相信。如果说他真的只是个卖冰糖的，那我们这段时间在忙的时候什么呢？难道我们真的抓错人了吗？会不会是他早就预知到自己会落网？那些聊天记录是他一早就伪造出来的，再加上他在审讯的时候坚称自己只卖了冰糖，在我们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的确可能会被蒙蔽。此时的电脑高手也有点懵，他只是把自己的发现说出来，具体的还要让吴组长等人辨别。这边暂时先这样的吧，我亲自去审那小子。吴组长，你也相信那小子没有贩毒吗？不排除这个可能，我们查案子不能放过任何一点线索，既然有冤枉他的可能性，我们就得查下。交代一下吧，我真的只是卖冰糖，没有贩毒。我是让你从头开始交代，从你怎么卖冰糖开始。之前这些人不都是咬定自己是毒贩吗？怎么感觉突然就相信自己是卖冰糖的了？1个多月前，我看家里的冰糖库存有很多，就萌生了把这些冰糖放在网上售卖的想法。我把自己在网上售卖冰糖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不过我假装自己不知道对面是瘾君子，只知道对面高价买冰糖，自己就高价售卖冰糖。吴组长等人也是默默的听着。那些瘾君子没有收到货找你的时候，你就一点疑心都没有吗？我把他们要的冰糖给寄出去了，他们却过来问我货在哪里，我也听不懂啊，那我也没啥办法，我只能糊弄这些人。最后他们还说上门找我，多吓人啊！赵队，吴组长，你们也认为他只是卖冰糖吗？有些事听起来可能很荒谬，但它就是真实发生的。那小子把冰糖当成冰毒卖给那些瘾君子，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既然这里找不到证据，那就从别的地方入手吧，去把他寄出的所有包裹、平时接触的所有人事物、方方面面都调查一下。我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卖冰糖的。与此同时，在我所住的街道还在讨论着这件事。你说说，那小伙子怎么就被当成毒贩了呢？哎，咱们跟这孩子都多少年了，我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怎么可能去搞那些毒品？别是执法者抓错人了吧？街道上的这些居民好像都在替我感到委屈。执法者听到这些议论声有些尴尬。哎，看来咱们这次是犯了众怒啊。是啊，不过他也不是完全无辜，至少诈骗罪是肯定犯了。说话间走到了一个包子铺。老板你好，我们是执法者，你认识隔壁卖冰糖的那个小伙子吗？认识啊，听说他被当成毒贩抓走了。不过我跟那小伙子当邻居当好几年了，怎么看都不像毒贩。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是这样的，根据之前我们的调查结果，那小伙子确实跟一些瘾君子有联系，但是现在案情也有了新的进展，我们就是在走访。如果他真的无辜，我们会还他一个清白的。老板，你和那小伙子平时接触多吗？当然多，我都跟他邻居这么多年了，你说接触都不多。那老板，你在他那边买过冰糖吗？当然买过啊，我做包子肯定要用到冰糖。你们两个该不会是想问我从他那里买的冰糖有没有毒品吧？对，因为冰糖和冰毒两个很像。你们说的越来越离谱了，他从哪里弄毒品过来卖给我？我做包子要用到冰糖，那吃过我们家包子的人岂不都吸毒了？执法者有些无奈，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从包子铺走出来。看来那小子平时跟这些街坊相处的都很好，没有任何和毒品有关的痕迹。我记得平时频繁接触的还有快递站的大爷，我们再去问问吧。他每次来寄包裹，你们的人就过来检查一遍。你们查的不都是冰糖吗？查到什么冰毒了吗？之前是我们没有搞清楚状况，所以才走访。好吧，谢谢大爷。希望你们能早点查清楚，别冤枉了好人。另一边，执法者办公室正在众人走访的同时，吴组长也收到了不少地方报上来的情况。放下电话，吴组长看向了赵队。通过群里的那些快递交易信息锁定的瘾君子和毒贩，大部分都已经落网了。当地执法者也已经对这些瘾君子展开了审讯。赵队虎躯一震，没想到各地执法者的速度这么快。审讯结果如何？这些人都在那小子那里买过冰毒，但收到的货全部都是冰糖。他们也质问过那小子，但被都以发2个包裹安全为由给忽悠了。这倒是和审讯结果没有出入。不过有些瘾君子是在高铁和飞机上抓到的。咋回事？难道他们要跑路吗？不是，他们是要来川省找那小子算账的。为啥要找他们算账？这些瘾君子曾经在他那里购买了货品，但是他们只收到冰糖，没有收到冰毒，所以觉得是在骗他们，压根没给他们发货。明白了，今天抓捕的时候，那小子已经准备好要跑路了。看来躲的不是我们，是那些瘾君子。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可以证明那小子没有贩毒了？这些瘾君子中只有2个人收到毒品包裹，一个是沈南，沈南那个已经查明不是那小子寄的，另外一个是德彪。现在的关键是德彪的货到底是哪里来的？我想起来，之前我们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说德彪吸毒，但德彪根本没有出任何事，而且我们查到德彪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想要找到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已经向上面请示了，派出一个小队专门去找德彪，找到他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在只能等那边传来消息了。另一边的审讯室里，执法者一脸愤怒地看着德彪，搞了半天，原来你就是德彪啊！德彪面无表情地低着头。德彪真名王永峰，德彪是他在圈子的化名。川省有个叫
陈的人你认识吗？认识，我之前在他那里订过一些货。那你收到毒品了吗？收到了，我一共在他那里订过2次货，也收到过2次货，2次都是2个包裹，一真一假，一个是冰糖，一个是冰毒。不过群里的那些瘾君子好像从来都没有收到过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确定这些包裹都是那小子寄给你的吗？我不太确定，我第一次在他那边订货的时候，也在其他人那里订了货，后来我先收到了一个毒品包裹，后面收到了一个冰糖包裹。那第二次呢？第二次我找他订货的时候，也就是碰到有人匿名举报我收到的那个包裹很有可能是其他人寄给我陷害那小子的，因为我每次收到的包裹寄件地址都不一样，我也不确定那些毒品包裹是不是他寄给我的。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我说的都是真的，一点假话都没有。另一边，川省钦差办公室德标的审讯结果很快就传过来了，结论是不能确定那些包裹是我寄的。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没有任何证据指向那小子在贩毒，他可能真的只是单纯的卖冰糖。还有一点，第一批瘾君子没收到货的时候，去质问那小子，那小子说货被执法者给劫了，但我们调查过了，最近压根就没有执法者截获过毒品包裹。条条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事实，我一直都是在卖冰糖，没有贩毒。难怪一开始调查的时候还疑惑人家为什么还有个冰糖经营许可证，人家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糖贩。吴组长，我们现在怎么办？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查清楚了，他只是个卖冰糖了，去给他道个歉，然后放了吧。执法者们有点无语，当初闹得这么大，结果闹了个乌龙。吴组长，等下，就算这小子不属于贩毒，但诈骗肯定跑不了吧？明知道对方要买冰毒，却卖假货给他们，这难道不是诈骗吗？是啊，从群里的聊天记录还有他的冰糖定价，这小子肯定知道对方是瘾君子，知道对面要的是毒品，却把冰糖卖给他，这肯定是诈骗。小高，你统计一下那小子到底从瘾君子身上获了多少利？统计过了，一共获利了96万，这也太多了吧？这得判个多少年？能从这些人身上骗到这么多，也是厉害。可惜了，这个聪明没用到正途上。可惜啊，这个金额已经算是数额巨大了，基本是10年往上了。等一下，我记得法律规定的诈骗罪是单笔交易超过2000元吧？那也没什么关系吧？他所获得的不是有90多万吗？总不可能没有一笔转账超过2000的吧？此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电脑高手虎躯一震，转入银行卡的单笔金额都没有超过2000块的。之前我们查到转入金额都是1900的时候，都以为他是为了不引起执法者的注意，到现在才知道那小子是在钻法律的漏洞。狡猾，实在是太狡猾了，他早就猜到这一步，早早的就预备好了，这样我们也不能认定他犯了诈骗罪了。哎，这小子去把他放了吧，顺便给他道个歉。执法者叔叔，感谢你们查清楚，我不是一个毒贩，只是个守法公民，我现在可以走了吧？可以了，你走吧。执法局里众人都有点无语，当初是认定他是一个大毒枭钦差才入住的，结果对面就是个卖冰糖的，花了这么多功夫却什么都没得到，想想都气。我说你们也别都丧着个脸了，想开一点。这咋想开啊？到手的2等功跑了。其实咱们忙活到现在也不算毫无收获。有啥收获？那个小子都放走了。你们难道忘了吗？咱们顺着这条线抓住了多少毒贩，还发现了一种新的运毒方式，顺带还捣毁了一个网上贩毒的产业链。好像也对，收获也不少。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那小子。感谢倒也不至于，但他也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线索，我们没必要这么生那小子的气。好吧，吴组长你说的对，这小子也是个人才，骗了90多万都定不了他的罪。这条法律有明显的漏洞，如果不尽快修改的话，说不定后面会有其他人效仿。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上报。另一边，我回到了糖店，也不打算继续卖冰糖了，趁年轻多出去走走。